得嘞，诸位，接着咱们聊一个词，这个词现在满天飞，叫老登。您要是最近上过网，一定见过。骂电影，说这是老登电影；骂书，说这是老登文学；骂人，说这人一身老登味，他已经从影评区跑到豆瓣，从豆瓣跑到公司，从公司跑到饭桌上。有人在家庭群里被亲侄女对了一句你别一股子登味，当场没踩。我先把结论摆出来，省得诸位听半天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第一，这个词骂的根本不是老；第二，可他偏偏用老来命名，就是这个错位，让他注定又打不准，又伤及无辜。第三，也是我最想说的，这不是一个词的毛病。凡是把批评从你做的这件事退化成你这个人是这类人的标签，最后都会走上同一条路。老登只是眼下最热闹的那一个，咱们接着就把这个词拆开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味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味，以及闻到这个味之后该怎么办。先说这个词打哪来的。老登是东北话，原本是句相当难听的粗口，字面意思跟男性生殖器有关，用来骂人老而无用，讨人嫌。这层出身很重要，后面咱们要用到。它真正出圈是2024年底，当时电影好东西正热，网上炒得厉害，真的是这部片子算不算小妞电影？小妞电影这个词本身就带着轻慢，意思是给小姑娘看的，轻飘飘的，上不了台面的。有网友不服，就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反手造了一个词回敬过去，老登电影。您看这个诞生过程特别关键，它一出生就不是一个描述性的词，是一件反击的武器，是有人先被贴了标签，才造出一个标签贴回去，然后它开始蔓延，先是从一部电影扩到一类电影，网上开始流传所谓的老登片单，接着从电影扩到文学，扩到导演，扩到豆瓣评分高的那批经典，再往后连品牌营销都能被评价一句这广告好登，最后落到日常生活里，变成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判词。这里我想请诸位留意一个细节，因为它后面还会出现。老登电影这个词是回敬小妞电影的，也就是说它诞生的理由是你先用一个轻慢的标签贴我，那我也造一个贴你。这个逻辑听起来天经地义，谁被贴谁不难受。但您把它放慢了看，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一来一往，双方都默认了同一件事，用标签讨论作品是可以的，分歧只在于谁有资格贴谁。于是这场架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电影好不好，而是关于谁被冒犯的更厉害。我不是说造这个词的人错了，被人轻慢了当然要还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是说还嘴这个动作本身会把战场的形状固定下来，等你用同一件武器打回去，你就再也没法说这件武器不该被使用了。这是所有标签战争的共同结局，赢的不是哪一方，赢的是标签这个东西本身。一个词能这么快铺开，一定是因为它填上了一个空。这就要说第二件事了，我得先把话说清楚，这个控诉是有道理的，而且道理不小。咱们诚实一点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确实有一种特别常见又特别难受的东西，年轻人以前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它。您在饭桌上说想换个工作，一位长辈立刻放下筷子，开始跟您讲他20年前怎么样。您没问他，他也不问您具体情况，上来就是一套。您说这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说小孩子懂什么。您在公司提了个方案，一位资历比您深的同事不说这个方案哪有问题，先跟您说年轻人要沉住气。您想讨论的是方案，他想讨论的是您这个人的态度。您跟谁说了句最近有点累，对方立刻切换到指导模式，你就是想太多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诸位注意，这几种情形有一个共同结构，对方并没有在跟您讨论一件事，对方是在向您宣布一个位置，他在上面，您在下面，而且这套东西通常还包着一层善意的皮。我这是为你好，我是过来人，这个东西以前没有名字，你说不上来他哪不对，因为对方说的可能还挺对，态度可能还挺和蔼，你要是不高兴，反倒显得你玻璃心。现在有名字了，叫登位。所以这个词一出来就火，不是因为年轻人刻薄，是因为它命中了一个真实存在又长期无法命名的难受，给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找到一个准确的词，这本身是件好事，这是边界意识在长出来，这一点我得先认，而且认得干干净净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要否定这一层，不过既然要聊，
咱们就把这个味拆细一点，因为它不是一团模糊的讨厌，它是有具体成分的。我琢磨下来，主要是3样东西。第一样，未经邀请的指导。关键词是未经邀请，您没有问，对方先答了，而且答的往往不是您的问题，是他想说的话。这里头有个特别微妙的东西，给建议这个动作本身是有权利含义的，因为他默认了一件事，我这儿有你需要的东西。人在给建议的那一刻是站在高处的，所以未经邀请就给建议，等于未经允许就站到了高处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句话，您问了再听，跟没问就被塞过来，感受完全不同，内容一模一样，位置变了。第二样，用身份代替论据。您说这个数据可能有问题，对方说我干这行20年了。诸位注意，我干这行20年了，这不是一个论据，这是一份简历。论据是可以被检验的，简历不行。您总不能说你这20年不算数吧？一场讨论里，只要有一方开始出示简历，这场讨论就结束了，因为简历没法反驳，只能接受或者不接受。而当一个人开始频繁出示简历，通常说明他手里已经没有别的东西了。第三样，也是最让人窝火的一样，把分歧解释成对方不成熟。您跟他意见不同，他不认为您有另一套判断，他认为您还没长大。您说这条路走不通，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懂了。您听出来了吗？这一招最狠的地方在于，他把您的观点从讨论桌上直接撤下来了。他甚至没有反对您，他只是宣布您还没资格上桌。这3样凑齐了，那个味就出来了。而且您注意，这3样里没有一样跟年龄有关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，把关系摆在了道理前面。好，现在说第二层，这个词有一个出场缺陷，它把2样完全不同的东西焊死在了一起，一样是可验证的行为，另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身份。您体会一下这2句话的差别。第一句，你刚才那段话是在说教，我没问你的经验，我问的是这个方案的数据。第二句，你是个老登，这2句话骂的可能是同一件事，但性质天差地别。第一句是批评，批评的特点是它可以被检验，我到底说没说教，说了几句。您可以放录音，它也可以被回应，我承认刚才那句多余了，咱们说回数据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指向的是一个动作，动作是可以改的。第二句是判决，判决没法检验，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件事，是一个属性，他也没法回应。你说我不是老登，那正是老登会说的话，他更没法改，因为他说的不是你干了什么，是你是谁。诸位，一个人被指出行为有问题，他还有路可走；一个人被认定身份有问题，他就没路了。而没路的人最典型的反应不是反省，是防御。所以您看，这个词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一个特别拧巴的效果，它精准地指出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毛病，然后用一种让对方绝对不可能改的方式说出来。您要的是他改，还是要的是他没法反驳？这是2个目标，而且经常是冲突的。这就要说到第3件事了。我给诸位2个证据，说明这个词已经开始打偏。第一个证据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网上有篇文章，标题是第一批00后已经开始有登位了。您琢磨琢磨这个标题，00后现在最大的也就25、26岁，怎么就有登位了？因为他们也开始在评论区跟人说你这个想法太天真，也开始跟实习生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开始用一种俯视的姿态给人指路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一个25岁的人也能有登位，那这个位到底跟老有什么关系？答案是没关系。这个词从头到尾骂的都是姿态，不是年龄，老只是他借来的一件外衣。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经验里，摆出这种姿态的人碰巧岁数偏大，可词一旦造出来就有他自己的生命。你说你骂的是姿态，可你用的字是老，听的人只会记住那个字。于是这个词一边说着我针对的不是年龄，一边把年龄写在了自己脸上。第二个证据更直接，网上流传的那份老登片单头几名是什么呢？教父、肖申克的救赎、海上钢琴师、指环王、搏击俱乐部、出租车司机。我不知道诸位怎么看，有影评人指出过一件事，我觉得说的对这份单子里相当一部分片子，主题恰恰是男性神话的毁灭，不是颂扬。搏击俱乐部讲的是一个男人被消费主义和男性气概的双重空虚逼疯，
最后开枪打自己。出租车司机讲的是一个自以为在拯救世界的孤独男人，一步步滑向暴力，那不是英雄叙事，那是病例。教父整部片子在讲一个人怎么被家族和权力吃掉，从大学生变成杀人的老头。您可以不喜欢这些电影，可以说他们的视角还是男性的，女性角色确实是工具人，这些批评都成立，而且是好批评。但把他们跟那些真心实意歌颂大男人的东西划成一类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词太好用了，好用到人们已经不需要看完就能贴，这就是标签的通病。一个标签一旦好用，它就会盖过阅读。你不需要理解一部作品在说什么，你只需要判断它长得像不像那一类。判断长相比理解内容省事10000倍，而且这件事会往回传。您想想，一个导演如果开始琢磨我这么拍会不会被说老登，他会怎么改？他不会因此拍出一部更好的电影，他大概率会做的是把那些容易被认出来的东西拿掉，少写一点男主角的自我怀疑，因为那看着像自恋，少拍一点沉默的中年人，因为那看着像装深沉，女性角色多给几句台词，但不真的改变她在结构里的位置，因为那要重写整个剧本。结果是什么？是一部看起来不那么像老登电影的老登电影。标签能改变的是表皮，改不了骨头，可它又确实有威慑力。于是最容易发生的不是创作者变得更诚实，而是变得更会打扮。这个道理放在人身上一样成立。一个天天担心自己有登位的人，最省事的做法不是学会平等地跟人说话，而是干脆少说话。少说话确实没味儿了，可他也没长进。咱们鸡说的这个道理其实不新鲜。这个节目做到第4期，我发现我一直在讲同一件事的不同变体。一个东西被造出来的时候，人们看着它的初衷，等它跑起来之后，起作用的是它的成本结构。什么便宜，什么就会被大量生产。理解一部电影很贵，贴一个标签很便宜。说到这儿，我想岔开一句，聊个更根子上的问题。为什么在咱们这儿这个味儿这么重？您别急着说是因为传统文化长幼有序，那个解释太顺手了，顺手到什么也没解释。长幼有序几千年了，怎么偏偏这10年冒出这么个词？我的看法是，这跟经验的贬值速度有关。咱们想想，一个人的经验能管多久？在一个变化很慢的社会里，一个老木匠的手艺，20岁学的，60岁还能用，而且越用越值钱。他的岁数和他的本事是同方向增长的，所以尊老这件事不光是道德，还是划算的。听老人的话，你确实少走弯路。现在呢，一个人30岁攒下的行业经验，可能35岁就作废了一半。渠道变了，工具变了，用户变了。您在传统零售干了15年，直播一来，那15年里有多少还能用？可问题在这儿，经验贬值了，位置没变，单位里的层级，话语权的分配，谁在会上先发言，谁的意见算数，这套结构还是按资历排的，它比技术变化慢得多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特别难受的错位，一个人还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可支撑那个位置的东西已经空了一半。那他怎么办？他有2条路，一条是承认这一半没了，把位置让出来一部分，回到跟人平等讨论的状态。这条路很难走，因为他要求一个人当众承认自己有一半不行了。另一条路省事的多，用姿态把空掉的部分补上。我说不出这个方案哪儿不对，但我可以说你还年轻。我拿不出数据，但我可以出示简历。诸位，这就是登位最真实的来源。它不是老人的通病，它是位置和能力脱节的人的通病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位在变化最快的行业里最浓，互联网、媒体、营销。而在一些手艺仍然值钱的地方，比如一个真正的好大夫，一个真正的好厨子面前，年轻人反而服气得很，因为那的位置和能力还是对得上的。这一层理解很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这事儿能不能改。如果登位是道德问题，那解决办法就是骂到他羞愧。如果登位是结构问题，是一个人感到自己在贬值时的应激反应，那骂就没用，骂只会让他更需要那层姿态来保护自己。一个人的味最浓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他最有把握的时候，恰恰是他最没把握的时候。想通这一点，您在看那些让您难受的瞬间，感受会有点不一样。不是原谅，是看懂。接着说代价，第一个代价已经看得见了。诸位知道
中国职场有个35岁现象，很多岗位招聘明着写年龄上限35岁，40来岁的人投简历石沉大海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个丑闻，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。现在多了一个词，能把这件事说得很轻松。原来要说我们不要40岁的，听着难听。现在只要说那哥们儿一生登位，听着就像在讨论审美和沟通方式，不像在搞歧视了。您看，一个原本用来反抗压迫的词，被顺手拿去给另一种压迫做了包装。这不是使用者的本意，但这是它实际的用途之一。第二个代价更隐蔽，我觉得也更严重。当老成为一个纯粹的负面词，被连累的不只是老年人，是跟老沾边的一整套品质：经验、稳重、耐心、深思熟虑、不着急下结论。这些东西过去被认为是随年龄增长而来的好东西，现在他们统统有点危险了，因为他们长得像灯位。您在会上想说这个方案我们上次试过，当时踩了什么坑，话到嘴边得掂量一下，这话会不会显得我在倚老卖老？您想跟一个后辈说这事别急，先看看数据，也得掂量一下。掂量到最后，很多人选择不说了，于是就出现一种奇怪的景象，一群人在拼命证明自己没有登位，方法是不发表任何带有沉淀感的意见。诸位，一个社会如果把成熟本身变成一件羞耻的事，那年轻人就没有可参照的成年样本了。他不知道35岁该是什么样，45岁该是什么样，因为所有这个岁数的人都在假装自己还是25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第一批00后已经有登位了这个标题，反过来看还有一层意思，他们那么怕变成老登，可他们还是变成了，因为怕的方式不对，他们防的是年龄，可这毛病压根不在年龄里。还有一个更实际的损失，很少有人提，一个团队里最值钱的东西之一叫踩过的坑。这个项目3年前试过，当时死在哪一步？这个供应商看着便宜，去年出过什么事儿？这条路我们走过，前面是断头，这些东西不写在任何文档里，只长在待得久的人脑子里。现在这些人不太敢开口了，因为一开口就是我们当年，而我们当年这4个字已经是登位的高危句式。于是团队开始重复交学费，同一个坑3年踩一次，每次都由一批新人重新踩一遍，每次都很热闹，每次都以为是新问题。您可能会说，那让他把经验写下来不就完了？写不下来的。真正管用的那部分经验，往往是当时那个具体情境里的判断，不是一条能写进手册的规则，它只能在类似的情境重新出现时，由一个记得的人当场说出来。而这个人现在正在犹豫，要不要说。好，现在我得把话说回来，这个节目从来不站队，只站逻辑。所以刚才批评了这个词的用法，现在我得说说被这个词砸中的人，被叫老登的人最常见的反应是什么？是那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？诸位，这句话本身就是登位的完美样本，您注意它的结构，他不讨论对方说了什么，他讨论对方是什么代际。他不问自己刚才那话是否居高临下，他直接把对方归类为一代有问题的人。这跟用老登这个词的人犯的是同一个错误，方向相反而已。一边是用年龄给姿态定罪，一边是用代际给不满定罪，两边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拒绝谈论具体的行为，改为审判对方的身份。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词的毛病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，两边都在用，而且互相喂养。你越是用身份骂我，我越要用身份骂回去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不打算给诸位灌鸡汤，但有3句实在话。第一句，给用这个词的人，把它用在事上，别用在人身上。你说这段话有登位，这是批评，对方有机会改。你说这人是个老登，这是判决，对方只会防御。前者你想要的结果更可能发生，后者你只是出了口气。出气也不是不行，人都有出气的时候，但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你是想解决问题，还是想赢一次？这2件事经常不能兼得。第二句，给被这个词砸中的人分2半来听，一半是该认的。如果对方指出的是你的具体行为，你没问就开始教，你用你的经验否定了对方的处境，你把讨论从事情转到了对方的态度，那认了，改就是了。这跟你多大岁数没关系。25岁的人干这事也一样惹人烦，另一半是不必认的。如果对方说的是你这个岁数的人就这样，那你不用往身上揽，
你可以直接说我刚才哪句话有问题，你指出来，我改。但你说我这个岁数就该闭嘴，这我不认，这不叫嘴硬，这叫把讨论拉回可以讨论的地方。第三句，给所有人警惕好用的词。一个词如果一用就赢，一贴就对方无法反驳，那他多半已经不是在帮你思考，是在替你思考。老登是这样，其他一堆词也是这样。凡是能让你省掉理解这一步的工具，你都要多看两眼，他省下来的那点力气，通常是从准确度里扣的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老登味到底是什么味？我想了想，它最像的是体味。体味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自己闻不到，别人一进门就闻到了；第二，它跟你的年龄没有必然关系，20岁的人不洗澡也有；第三，这是最要紧的，它是可以洗掉的。而现在这个词的用法是把体味说成了血型，血型没法洗，说了也白说。所以我今儿这期不是要给谁开脱，那种居高临下的包着善意皮的说教，就是难闻，年轻人闻着难受，闻着难受就该说。我只是想说，如果您真的希望那股味儿少一点，那就得指着味儿说，别指着人说。指着人说，人只会关门。还有一句，说给正在变老的每一个人，也包括我自己。咱们这代人有个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，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批眼看着自己的经验在有生之年大规模作废的人。上一辈没经历过这个，他们的经验能陪他们到最后，我们不行。这意味着变老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比对前人更难。不光是身体的问题，是你得不停地承认你手里握着的东西又少了一件。面对这个姿态是最便宜的止痛药，吃了当时舒服，可它治不了病，还会让身边的人都闻到味儿。真正管用的那个办法说出来特别朴素，把我干这行20年了换成我见过一个类似的情况，当时是这么回事，你看能不能对上？您琢磨琢磨这两句话的差别。前一句是亮身份，是要对方接受；后一句是交材料，是等对方判断。前一句你输不起，因为一旦被驳倒，被驳倒的是你这个人；后一句你输得起，因为被驳倒的只是一条信息。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有登位，就是从他输不起的那天开始的。得嘞，其实这期就聊到这儿。最后送诸位一句我自己也常拿来提醒自己的话，你上一次改变主意，是因为有人骂了你，还是因为有人跟你讲了一件你不知道的事？想明白这个，就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爱听不听，因其名矣，求其有声。咱们下期见。